面对渡边五郎的质疑，美军基地负责人倒是毫不脸红，他表情严肃地说道：基于刚才的情况，我们确实要坚守南极条约，不向南极派遣一兵一卒，但是现在情况变了。此刻的渡边五郎感觉有些怀疑人生，他揉了揉眼睛，反复确认了面前这家伙就是刚才跟自己说过绝不向南极派遣一兵一卒的基地负责人。怎么一眨眼的功夫，这狗东西就组织上百名海豹突击队准备支援南极了？他忍不住问，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不是我们的大统领向你们的大统领发出出兵请求了？美军基地负责人不屑地看了他一眼，说，据我所知，你们的大统领还没有这么大的面子。说完，他拿起对讲机，厉声呵斥， M142 怎么还没到？快一点，我们要来不及了。渡边五郎听得啧舌，他毕竟也是防卫省的，自家自卫队用的武器差不多一半是美利坚制造，还有不少是美日联合研发，所以他听到 M142 的第一秒就知道对方说的一定是美利坚 M142 履带式自行火箭炮。这东西机动性强，火力更强，新型号可发射制导火箭弹，射程300公里，而且它采用6×6全轮驱动，动力强劲，本就是为了全地形设计，即便丢到南极冰盖上，肯定也能呼呼地跑。M142 抛弃了履带设计，重量仅5吨出头，一架运输机就能轻松运载3台。渡边五郎心里暗忖，妈的，这帮老美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要么就不出一兵一卒，一枪一弹，甚至连飞行员都不能携带配枪，要么就直接把自行火箭炮都拉上了，把这东西放在南极，打世界各国科考队的雪地车，还不跟打孙子似的，比坦克打卡车还轻松。毕竟这东西打击距离比坦克远得多，而且只要换装置导弹药，300公里内指哪打哪。下一秒，渡边五郎心里忽然意识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海豹突击队员以及 M142 自行火箭炮，该不会就是为了打击我国科考队员准备的吧？本来日本方面希望美国出兵，原因不是想把这些叛国的科考队员干掉，而是想用最快速度把他们控制起来，要抓活的，派出士兵，要求抓活的，这很合理。可是派出自行火箭炮这种行为，跟抓活的可就没有半毛钱关系了。渡边五郎吓出一身冷汗，赶紧说，司令官，我们的计划是劝降为主啊，就算劝降不成，也要优先抓捕而不是打击。你们带这么强大的火力，万一擦枪走火，影响会很恶劣的。美军基地负责人冷声道，美利坚军队的军事行动，你无权过问，更无权插手。渡边五郎哽咽，我们的科考队员只是疑似叛国，不能痛下杀手啊。美军基地负责人，之前我们的行动是运送你们前往南极，现在我们的行动是运送我们的士兵和武器装备前往南极，顺便把你们送过去。所以如果你还想搭乘这架飞机，就最好闭上嘴，否则就直接给我滚下去。渡边五郎立刻变得老实许多，他也知道自己在这次行动中的身份和地位，无非就是个小配角，真要跟对面这位司令官硬刚，大概率是要被赶下飞机的。于是他只能悻悻坐回座椅。这时3辆 M142 自行火箭炮轰鸣着开上跑道，又一架改装过的运输机也滑行至后方。渡边五郎不敢置信，这帮美国人竟然要带3辆 M142， 这他妈是要去打仗啊！可是这还只是一个开胃菜。美军基地负责人通过对讲机吩咐道，第2梯队人员和装备全都做好准备，等飞机完成第1次投放之后，会来接上你们进行第2次投放。美军之所以这么紧张，是因为担心已经叛国的日本科考队员对他们的南极科考站发起进攻。麦克默多站与其他所有的科考站都不一样，这里是美利坚南极可靠的大本营，就像珠峰大本营一样，战略意义重大。美利坚不但在这个站点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甚至还在这个站点囤积了许多原本不应该被带到南极的装备。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走漏了消息，更不知道这些叛逃的日本科考队员到底想干什么。但他们要做的就是确保麦克默多站不用承担任何风险。所以他们制定了2个战略，一个是立刻派遣一支队伍抵达麦克默多站加强防御，同时对前往麦克默多站的日本科考队员发起围剿。至于另一个战略，是再派一支部队在日本科考队员撤退的道路中间降落，断掉他们的退路。这2队人马呈前行攻势，把准备前往麦克默多站的叛逃分子解决掉之后，就能立刻会师，一起推进至日本科考站，完成平叛。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带了大龄武装人员和武器，一旦日本科考队员敢冒进，就直接开火，无需请示。随着3辆 M142驶入第2架运输机的货舱，渡边五郎所在的这架飞机也已经开始了滑行。飞机一阵轰鸣之后飞入天际，另一架运输机紧随其后也拔地而起。渡边五郎坐在狭窄的板凳上，心中忐忑，即便现在也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吴柏林的车队距离麦克默多站已经越来越近，但让菊地航平感觉疑惑的是，自己的求救信号都发出去半个多小时了，麦克默多站的通讯人员竟然没有回复，实在是太过分了。菊地航平忍不住吐槽，哪有这样的，都说了需要救援，他们竟然不回复了，一点人道主义精神都没有。吴柏林皱眉问，如果我们直接开过去会怎样？菊地航平想了想，咱们在里面没有内应，直接开过去恐怕不行，他们的雷达已经锁定咱们了，如果咱们贸然闯进去，他们肯定会第一时间上报美利坚军方，他们最近的军事基地赶过来只要2个多小时，我们没有武器，肯定没什么胜算。吴柏林疑惑，不过就是一帮科考队员，我自己就能搞定。正说着，无线通讯系统传来麦克默多站工作人员的警告，我代表美利坚政府，要求你们立刻停止接近麦克默多站。菊地航平愤怒道，八嘎，我们是来求救的，美日是同盟，更是亲密的伙伴，我们遇到点问题，你们帮帮我们怎么了？对方此刻很紧张，按照情报，这帮日本科考队员已经集体叛国了，能干这种事的，要么脑子有点大病，要么肯定不干人事。他们现在奔着美利坚科考站来，必定没安什么好心。